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，肠道里长了息肉，上厕所的时候会有5个提示，别等到癌变了才反应过来。医生，3年前你为什么不帮我切除息肉？现在都癌症了。一位女士拿着一份检验报告，愤怒地问医生。刘女士今年58岁，在3年前的肠镜检查中，被发现肠道内有1厘米左右大小的息肉，病理结果显示为管状腺瘤，但当时身体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，刘女士就不想折腾，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治疗。大约在1个月前，刘女士的身上出现了异常便血的症状，每次便血的量都不多，但女儿不太放心，还是带着她去医院进行了检查。经检查发现，刘女士的肠道内存在多个息肉，最大的达到了3厘米，病理活检显示为结肠癌。这个结果令刘女士的女儿十分的懊悔，如果在2年前就督促母亲及时的切除息肉的话，一切就不会发展至此。肠息肉是什么？肠道为何会长息肉？息肉是指人体黏膜表面上的赘生物，是肠道黏膜发生炎症导致的局部肠道黏膜开始增生，黏膜变厚凸起而形成的一个组织，一般都是在内镜检查时发现的，后续还需要经过专业的病理学来判断，来明确息肉的性质。根据息肉生长在肠道的不同位置，肠息肉可以分为小肠息肉和大肠息肉，其中左半结肠发生率较高，约为 70% 到 75%， 大部分的息肉直径在 0.5 至1厘米左右，有少数的人群的息肉可能会较大，大于3厘米的息肉被称为巨大息肉。有报道指出，息肉直径越大，其二便的概率越高。另外，根据息肉的生长的不同模式，在组织学上可以将肠息肉分为锯齿状息肉和腺瘤性的息肉。腺瘤性息肉又可以进一步的分为管状腺瘤、绒毛状腺瘤以及管状绒毛状腺瘤等多种的病理类型，并且腺瘤性息肉是最主要的结直肠癌的前病变。那么肠息肉的出现与哪些的因素有关呢？引起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，包括以下几种。饮食。肠道每天都要消化很多食物，长期的吃高脂肪、高蛋白的食物，却很少的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那么就会增加患上肠息肉的可能性。尤其是红肉，其中含有能够导致息肉生长的亚铁、血红素等的成分，所以对于这类的食物一定要少吃。另外，身体越胖的人，长息肉的可能性就越大。遗传。临床上认为，息肉的出现与基因突变、遗传因素之间有很大的联系。家族内直系亲属有息肉病史，可能会将一些带有缺陷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，导致下一代也容易出现息肉。缺乏运动。长期的缺乏运动的人群，胃肠道的蠕动速度较慢，发生息肉的风险也会提高。生态失调。正常的情况下，我们的肠道内各类的微生物保持着自我的平衡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，致病菌数量增加的话，就容易引起结肠黏膜出现慢性的炎症，继而诱发息肉。以上这些因素就是导致肠道长息肉的原因，一般多发于50岁以上的人群。50岁之后的人要每年做1次肠镜检查，如果发现肠道中长出息肉，就要尽快的切除。肠道里长了息肉，上厕所时会有提示，别等到已癌变才发现。便秘或者是腹泻，出现在肠道息肉性质不同，数量有差异，带来的影响通常不一样。在上厕所的时候有排便难度大、便秘或者是偶尔腹泻症状交替出现的情况，应该检查了解疾病的类型。有的人是肿瘤形成，有的人是息肉正在发展。由于息肉体积增大，肠腔狭窄，粪便经过肠道受阻了，因此才排便感觉困难，有类似便秘的表现。随着疾病发展，肠道功能紊乱，消化异常，有的患者偶尔会多次的腹泻。有这些情况的人需要检查，掌握病因，
防止息肉发出警报被忽略。2. 便血。大便的颜色从某种的程度上来说，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大便的颜色呈现为黄色，但是大便的颜色会受到机体所摄入的食物的影响。比如饮食中绿色蔬菜所占的比例较大时，大便的颜色就会呈绿色。但是当排除了食物等因素导致的大便颜色发红时，这就需要提高警惕。如果便血的颜色比较鲜红，下消化道出血的概率较大，或者是消化道在短期内大量出血。当存在肠息肉时，可能会出现便后滴血，或者是粪便表面有血液附着。当出血部位靠近小肠时，则表现为血液和粪便均匀的混合，或者大便颜色变深甚至发黑。另外，较大或者有蒂的息肉更容易的出现便血，因为较大的息肉或者是带蒂的息肉容易受粪便的摩擦，进而引起黏膜的糜烂，并引起便血的症状。长期出血量较大者还可能会出现贫血、消瘦等的全身症状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肠息肉都会有便血的表现，部分患者可能只是肠道少量的出血，这时只从外观上可能看不出来大便有明显的颜色变化，需要进行专业的粪便凝血试验检查才能够明确。3. 腹胀或者是腹痛。腹胀和腹痛是非特异性的症状，许多因素都能够引起腹胀、腹痛，如炎症、穿孔、创伤等。一般来说，肠息肉所引起的腹痛多为慢性腹痛或者是腹胀，这种症状可以长期的存在。在肠道蠕动的时候，较大的息肉可能会受到牵拉，从而引起肠道的刺激症状，可以表现为腹部中间的部位的隐痛或者是胀痛，并且较大的肠息肉也会影响肠道的正常蠕动，导致粪便和气体积聚在肠道中不宜排出。在上厕所肠内的溶物排出后，腹痛和腹胀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。许多人可能会把这种症状误以为是排便的正常现象，而忽略了身体对我们的提醒。当腹痛持续存在时，就需要多加的注意。4. 大便带有凹槽。如果肠道当中长了息肉，那么粪便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就会和息肉发生了挤压，导致大便带有凹槽，表面看起来条条勾勾的，形状还比较细，同时还会附着粘液。5. 大便次数异常。正常的情况下都是一天排一次便，如果发现大便的次数发生了改变，比如一天的排便的次数变多，或者是30天才排一次便，在正常的饮食情况下，有可能是大肠长息肉引起的，需要尽快的去医院做肠镜检查。4. 查出肠息肉，切还是不切？既然息肉有二便的风险，那查出息肉后是否需要立刻的切除呢？其实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息肉，一经发现都建议尽早的进行切除，因为良性的息肉在长期不断的刺激下，也有一定癌变的风险。在进行肠镜检查时，可以将大部分的息肉直接的带出，患者无需再次的进行手术，所以还是建议及时的进行切除。术后再通过病理检查明确息肉的良恶性，如若是恶性的，则需要进一步的进行处理。4. 为什么切了息肉还会患癌？一些人在切除息肉后，却再次的被发现了罹患了癌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在切除息肉后，并不代表息肉得到了根治，即便是本身长息肉的位置不复发，其他位置也可能新长出息肉，这些息肉有一定的二便风险。切除息肉后又被查出患癌的人群，多是忽视定期复查以及不注意生活习惯的人群。息肉切除并非一劳永逸，想要预防息肉的复发，需要保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，同时还要定期的复查。特别是一些高危人群，如年龄在45岁以上，家族内有肠癌病史、息肉病史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健康的人群，更需要的定期进行随访检查。其实大部分情况下，息肉都是良性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它视而不见。大部分的肠癌是由息肉二便而成，控制和预防息肉癌变并不难。日常多喝水，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，
少吃红油以及辛辣腌制的食品，可以适当的多吃大枣、薏米、扁豆等，多摄入膳食纤维，有利于有害的物质的排泄，避免肠息肉的出现。不要长时间的久坐，可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运动，促进胃肠道的蠕动，对于预防息肉出现也有一定的帮助。还有关键是要早检查、早发现、早治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